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前几集我用远程传送来演示无线红石以及区块加载器的时候，都有用到一个叫做中介珍珠停滞仓的装置，就是利用上升的气泡柱来使中介珍珠长时间的待在一个地方。所以今天这集红石百科就是要来加深介绍中介珍珠停滞仓。首先在空地挖一个6格深的洞，在最底部放上灵魂沙，接着每格都要注满源头水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接着只要垂直朝下丢一个中介珍珠，它就会浮在水面上喽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开玩笑的啦，虽然这个装置的确就是这么简单，但还有其他变体可以利用在其他场合当中。首先就是缩小体积，虽然它已经很不占空间了，但它占的垂直长度也不小。有没有方法可以缩小到只需要1格水呢？答案是有的，这里就要用到蜂蜜块了。先向下挖2格，放上灵魂沙跟水，接着在前面放一个蜂蜜块，然后在蜂蜜块上面放一个铁针。蜂蜜块的边缘可以减缓中介珍珠的出速度，让它在进入水中的时候不会直接撞到灵魂沙，然后传送。而铁针的作用就是让你校准你的位置，只要紧紧的贴着铁针，然后垂直朝下丢中介珍珠，它就会不偏不倚的待在蜂蜜块的边缘和水流表面咯。缩小体积了，但是这2台装置都需要靠一个核心来运作，那就是水流气泡柱。这样这台机器不就没办法盖在没有办法放水的地狱了吗？其实还是可以，只是要换个方式来让中介珍珠不要落地。这个就是一个无水版本的中介珍珠停滞仓，是不是也很简单呢？先放出高低2个方块，然后2个上面都要放上红石粉，接着在低的方块前放一个粘性活塞，上面放一个闪舞方块跟一个钻石方块，上面再放一个线，然后把钻石方块打掉。线的后面放一个侦测器跟一个可以被充能的方块，线的前面则放一个蜂蜜块，然后线的上面放一个栅栏，这个也是用来校准位置用的。接着这里放一个方块和一个栅栏门，方块上再放一个拉杆，这个是用来停止这台装置用的。这样就完成喽。想要使用时就对着栅栏走到底，然后垂直朝下丢一个中介珍珠，机器就会开始运作喽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未来的红石百科我会延伸更多可以用到这台机器的场合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大家拜拜。